您好，这是静姐说花。我这儿的春天来了，温度有所回升，所以前2天给所有的蝴蝶兰都痛痛快快地浇了一次水。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大部分的蝴蝶兰都在陆陆续续的开花当中。那我们就趁着它们正要开花，来说说怎么样能让花开得比较多、比较好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多花，也还会有很多其他次要的内容，那我们就见到什么说什么吧。我们看见浇水了，先简单说一下浇水。浇水有很多种方法，直接用水龙头冲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法。这样冲就跟下雨一样，可以做一些清洁，给叶子、给根部都可以做一些清洁。有些小毛病就这么冲一冲就能解决。我这些蝴蝶兰外面大部分都有一个外套盆，我顺便呢多接点水，把根部就泡一泡了。我已经好多个月没有给它们泡盆了，所以直接用水龙头冲，或者是像这种泡盆，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外部环境温度要合适。因为前面几个月我这儿都是冬季，温度不合适，所以没有给它们这么样浇水。我这次就只使用了清水，包括泡盆也是自来水，没有放肥水。原因之一是好几个月都没有这么好好的冲洗过盆了，盆里也许累积了一些有害的物质，需要以这种方式来清理一下。原因之二是目前这些植株绝大部分都处在马上要开花的阶段，也不太适合给肥。所以说到这儿呢，就讲到了一个关于多花的小常识。如果蝴蝶兰的花苞已经膨大，马上要开花，甚至有的已经开了，这个阶段最好不要给肥，因为弄得不好很容易让花苞掉落。如果前期养护得很好，辛辛苦苦长了好多个花苞，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，因为给了一次肥，花苞掉了，多可惜啊！虽然我这次给水用的全部是自来水，如果恰好有接下的雨水的话，泡盆的时候还是可以用雨水的。我是恰好没有，所以全部用的自来水。如果有接下的雨水，可以只用自来水冲一冲叶子，冲一冲根。泡盆的时候换成雨水。冲洗叶子的时候最好正反面都冲洗一下，如果背面藏着虫，顺便就清了。我们又看见花了，来说多花。一棵蝴蝶兰是否能够开很多的花，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身品种的原因。就像人的身高，先天的基因非常关键。那除了品种以外，蝴蝶兰的年龄、身体健康状况也会有影响。比如初次开花，花可能会少一些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，我们自己养开花的比刚买回来的时候可能还好。这一方面呢，肯定是我们养的还可以。另外一个方面，可能我们买它的时候它比较年轻，而后来养在家里正值壮年，所以比较多产。那除了这些先天的因素，后天的因素主要就是外部环境了，这包括温度、光、湿度、水肥等。后天的这些因素呢，我们就可以操作了。比方说我加了植物灯，感觉很有帮助。还记得有一期视频，我曾经测了一下光，发现不足。即便加了这一点灯，也还不是特别充足，但总是好过没有。从今年出花芽、长花苞的情况来看，我感觉加了这个灯的影响还是挺明显的。感觉出3花芽、双花芽的比例比往年高，虽然我没有具体去数，只是凭感觉，但还是觉得会多一些，有很多颗双花芽。除了双花芽多以外，侧花枝感觉比往年好像也多。与此同时呢，今年应该是我自从养兰花以来最不上心的一年了。中间度了一个假1个多月，然后又比较忙，所以花在养花上的时间比之前少了非常多。
意思就是说，对它们的养护，除了光比之前增加了以外，给水给肥都没有之前好。即便是这样，它们长得也还行。所以我就觉得光亮度的增加功不可没。所以如果你也是养在室内，想办法测一测环境的光够不够。如果不够的话，增加个植物灯，对花量的增加还是挺显著的。给水可以这样，在不引起烂根的情况下，尽量充足一些。给肥呢，要在它的生长季给充足的肥，营养积累充分的话，后面开花也会有足够的能量。我自己的体会是在营养生长季可以给肥水，在花苞长大到快要开放，或者说已经开了花的时候，通常我就不给肥水了，因为带着花苞的时候给肥水呢，容易引起消苞；开着花的时候给肥水又容易引起花提前掉落，所以这个阶段都不给肥了。这说的是不再给泡肥水了，实际操作起来还真有难处。为什么呢？比方说春季开花，它能开好几个月，一直开到夏末，甚至延续到秋季。秋季可是就要出花芽了，那这中间真正让它营养生长的阶段，也就是不开花、长根长叶的阶段，特别短。只是在这特别短的时间之内充分给肥是远远不够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在家里又不能像苗圃那样，花谢之后给它一个适合根叶生长的温度，也就是比较高一点的温度，让它长几个月，然后再降温让它开花。我们在家里做不到这样。出花芽的前后呢，又需要给高磷肥，快开花和开着花的时候呢，又需要停肥。这么算下来，一年四季也没有多长时间可以给它生长肥，也就是长根叶的肥。所以我就发现，在每一个花盆里放一点干香蕉皮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肥的方式。那些干香蕉皮可以一年四季带在花盆里面，包括开着花的时候也不需要拿出来。一方面是干香蕉皮放在盆面释放出来的肥并不会特别多，不至于引起消苞和花早落。另外一方面呢，那个香蕉皮肥不是一直都在那儿吗？整个植株对它也比较适应，不会因为猛然的变化引起不适，发生一些不好的反应。那干香蕉皮一年四季这种缓慢的、持续的给蝴蝶兰供肥呢，倒是解决了前面我说的那个给肥的难处。简单总结一下，要想蝴蝶兰开花多，一个是要选多花的品种，另外呢就是水、肥、光等等要给到比较充足，尤其是光。在室内养的多半光会不太足，适当的增加一些光，对花量的改善有明显的帮助。在镜头里出现的架子上这些花，原本我还打算一颗一颗讲讲它们是谁，但现在看来有点来不及了，下次吧。反正这次正好多数也还没有开花，下次可能它们花就开了，我们再来讲讲它们都是谁，然后经历了些什么。比如这棵就是去年买的一棵打枝花，它也出了花苞要开花了，我们就等下次吧，等它们开了再讲吧。在今天这期视频结束之前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个小的办法吧。看到这个吸管吗？在侧花枝之间，用这个方法可以把侧花枝稍微分开一点。有些侧花枝会挨得特别近，影响到开花。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，来适当的把它们分开一点。这之前发过视频，所以今天是复习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